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命理頻道。前兩天後台有粉絲問了我一個問題，什麼是氣？這是我 YouTube 賬號從開播到現在遇到的最有價值的問題。我很開心能有人問出這個問題，因為這說明你開始思考命理的本質了，值得我單獨做一期節目。毫不誇張地說，99%研究和學習易經的人都只知其名而不知其意，更不知道它該如何應用。可能你們沒有意識到氣這個概念是整個八字命理學的核心之重，它遠比你們熟知的什麼旺衰、各種格局作用關係要重要的多得多。它是基礎中的基礎，五行的運轉全部都是圍繞這個氣的變化展開的。它不僅決定了你命局的成相，更決定了你吉凶禍福的应期。今天這期視頻咱們就來聊聊盲派命理中的氣，聊聊怎麼用氣來斷应期、斷細節，甚至斷職業取向。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傳統命理是怎麼理解氣的。無論你學的是傳統子平還是盲派，在學習天干入門的時候都會學到根和氣這個概念。為了方便理解，我以甲木為例來說明甲木的氣在哪裡。第一，辰土。辰土是春季3月的末尾，被稱為春之余氣。因為春天五行屬木，所以辰中藏有木的余氣，也就是乙木。因此甲木見辰土被稱為得氣或有氣。第二，未土。未土是木的庫，也稱為木，同時也是夏季的末尾，未中藏有乙木，因此甲木見未土也算是有氣。而且未土作為木庫不僅有氣，往往還被視為有根基。第三，亥水。亥中甲也是木的气，代表萌芽和生机，但屬於寒濕之地，需要火土配合才能真正有用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氣與根到底有什麼區別？在盲派命理中，判斷天干的旺衰和真假時，根與氣雖然是兩個概念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，都能使天干變真。什麼是根？指地支中与天干五行屬性完全相同的字。对於甲木來說，寅木和卯木就是它的強根，也就是本氣。在力量对比上，得根的力量大於得气的力量，也就是說寅卯的力量要大於辰未的力量。那得气的核心作用是什麼？是辨別真假。只要天干在地支中有根或者有气，比如見寅卯辰未，這個天干就叫真神或坐实。真神代表力量大，是實實在在的東西，比如實權、真才、真學歷。反之，如果天干在地支中既無根也无氣，例如甲申，且地支無辰未、寅卯，則為虛透，稱為甲神。甲神通常代表什麼？代表虛名、謊言，或者是力量微弱。總結一下，甲木見寅卯為得根最強，甲木見辰未為得氣次強。但只要得根或得氣，甲木即為真。如果你理解了這部分內容，那麼在分析命局的時候，你就可以一眼判斷出天干甲木的真假和力量，也能準確分析日主的旺衰了。但這只是表層，我們要追問一句，為什麼要存在氣這個概念呢？真假虛實的概念是怎麼來的？氣對於八字命局的分析作用就僅限於此了？這個當然不是。在盲派命理中，氣是一個極其核心且多維的概念，它不僅僅指五行之氣，更是一種推動萬物發展、決定吉凶應期、區分真假虛實以及連接自然法則的能量本源。大家知道，八字命理中所有的邏輯都是成雙成对出現的，沒有單數。從道生一，一生二開始就這樣了。比如有陰就有陽，有天干就有地支。那麼要理解氣，你就要知道跟它相對應的另一個概念，志。氣的本質是什麼？盲派命理強調陰推陽前進，氣屬於陰的範疇，它是肉眼看不見的能量，而志就是物質，屬於陽，是看得見的實體。這句話非常重要，是看不見的氣在推動着看得見的物質生長和變化。眾所周知，易經是把宇宙規律用數學來建模，映射萬物的发展規律。接下來我用一張正弦曲線圖來幫大家徹底搞懂這個規律。大家看這張圖，中間的零軸代表的是地平面，你們能看到夏至的時候是陽氣最旺的時候，農曆5、6月份溫度最高，白天最長。而冬至的時候，我們在地面體感最冷，感覺陰氣很重，是一年之中白天時間最短的一天。那是因為陽氣都跑到地下去了，而當陽氣運行到地面以上的時候，才代表了溫度在升高。也就是說，这個氣的位置在哪裡，天地之間的能量就在哪裡。
我們把這個規律套用到甲木上，一年之中地支第一次出現木的时候是在正月，也就是寅月，寅中丙火作為阳气開始推動木的生長。可是我們在自然界中看到的是什麼？正月還沒開始種地，樹也沒綠，種子也沒破土，尤其在北方，冰天雪地非常冷，但是此時陽氣已經很有力量，處於上升階段了。那我們從生理上什麼時候能感覺到陽氣的存在呢？大家看图，到了卯月的时候，這條線突破零軸上來了，對吧？在自然界中，這就是種子破土而出的時刻，陽氣能突破地面，說明木氣最專。當陽氣突破地表上來，我們就能明顯感覺到溫度在一點點升高，直到農曆的5月和未月這2個月，溫度達到頂峰。但是從未月開始，陽氣就開始走下坡路了。所以這條曲線的上升階段，就是推動自然界生命向上生長的一個過程。再看秋分的时候，這條能量曲線已經回到了零軸下方。此時地面溫度雖然還不算冷，但地面以上的陽氣已經完全退氣了，退回到地面以下了。我在丑午川那期視頻裡講過，當陽氣退到地面以下，就是在推動五行中金的生長。這個規律和零軸上方完全是对稱的結構，它會按照固定的時間間隔重複相同的模式。周期就是一个太陽年，24個節氣，所以氣與志的關係就是氣在前，志在後。樹木之所以能發芽，是因為春天的木氣先來了。如果沒有氣，物質就是死的。換到八字命局裡，就是通過確定這個氣的坐標位置，你就能提前預判你命中事情的發展趨勢了。懂了嗎？理解了氣和志，我們就能引入斷應期的2個合武器，進氣與退氣。這是判斷五行能量消長、大運流年交接以及具體應期的關鍵。什麼是退氣？指某個季節即將結束，該季節的主導五行力量開始衰退，屬於強弩之末。在12地支中，四木庫辰戌丑未通常代表每個季節的末尾及退氣的月份。它的特徵是代表這個季節弱了，下個季節要來了。什麼是進氣？指下一個季節或下一個大運的五行能量，雖然尚未正式當令，但已經開始萌發介入或顯現。它的特徵是代表新的力量正在積蓄和上升。四木庫作為季節的交接點，其藏幹清晰地體現了進氣與退氣的關係。我們以辰土為例，本氣是水，因為辰為水庫；餘氣是木，因為辰為春季3月，木氣漸退；進氣是土，因為辰月之後是夏季，火土土氣開始進氣。具體怎麼應用呢？比如丑月臘月，雖然是冬天，但在丑月的下半月，木氣已經開始進氣。寅丑暗合，木星接近，已經在為春天的到來做準備了。再比如申月、7月立秋之後，雖然金當令，但金水開始進氣，陽氣開始逐漸被抽乾。戌月、9月是火庫，也是秋天的餘氣，也就是金的退氣。所以在一個完整的八字中，天干上的所有字代表的就是氣，而地支是來進一步確認這個天干的狀態的。這個狀態具體分為4個方面：真假、存亡、性質和能量級別。那怎麼判斷天干氣的狀態呢？去地支裡找答案。你看到的是哪個天干，就去找這張圖的地支所對應的 X 軸坐標，它所在的位置，即代表了它所處的能量級別和時空關係。12長生其實也是在闡述這個意思，只不過那是古人的思維邏輯。回到剛才的例子，當甲乙木與寅卯辰未組合的時候，都處於陽氣的上升期或零軸上。此時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甲乙木為真，但是乙巳甲午雖然木虛透了，但是這個氣也是處於上升期的階段。盲派遇到這種情況，在邏輯上會認為木能生出東西，就說明它有本事。這裡有個特例，亥中甲是獨一無二的小陽春，指陽氣在冬天地下萌動的特殊生機。接下來講一個更高級的概念，氣數，這是判斷運勢吉凶、結束與延續的關鍵。數是指大運的定數，通常為5年或10年。氣是指大運結束後流年是否還有相同的五行延續。氣數未盡，好大運走完了，但接下來的流年仍是喜用神的五行，這叫餘氣。此時好運還能維持，只是不如大運期間強盛。氣數一盡，大運走完了，接下來的流年也沒有該五行的氣，或者出現了克制該五行的字，則代表好運徹底結束，甚至可能有災。還有一種情況叫提前進氣，大運尚未正式交接，但流年太歲已經出現了，
下一個大運的五行字引動了未來的氣場，導致事情提前發生。如果在好大運來臨之前，流年提前出現了好運的字，命主會提前2-3年開始轉運，或從事業中獲利，這有什麼指導意義？在壞大運向好大運過渡時，若有提前進氣，你可以提前布局；若在好大運向壞大運過渡，出現壞運的進氣流年，則需提前收手。比如股權變現不可戀戰。算命不僅要看當下的旺衰，更要看氣的进退。進氣者未來可期，退氣者不可久留。為了讓大家更明白，我以今年的乙巳年為例。比如你命中用神己土是你的印，遇到乙巳年，毫無疑問是财壞印了。那我們應該如何分析細節呢？第一，乙木坐在巳火上，虛透了。4月行的是火氣，但是乙木能生出火來，說明這個乙木還是有本事的。乙木克了己土，就是財壞印。今年你的印受傷了，如果你想用印和財就合不到了，用印化官也不灵了。那這個乙木没跟虛透了，又怎麼解釋呢？第二，虛透的乙木來克了己土，這是木氣與土氣之間的碰撞，必然會有財壞印的事情發生。財壞印代表什麼？丟官罷職，名譽受損，與朋友翻臉。六親代表母親身體不好，感情上容易離婚。具體可以參考我在《失身正印》篇裡的詳細解讀。但是如果地支沒有木的根基，那今年就是一場臨時的風波，不會給你造成實際的損失。那這場風波什麼時候能結束呢？第三，看回那張正弦圖，當時間軸進入立秋以後，推動木生長的陽氣就逐漸退氣了，這個乙木就沒有能力來克你的用神己土了。當能量進入零軸下方，也就是秋分节气的时候，这个乙木就完全没有力量了，这场风波就过去了，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，一点事兒沒有了。所以說，天干代表氣，也就是天象；地支代表志，也就是物象。天上的氣象變化如溫度、風力，決定了地上萬物的形態，而地支又反向確定了天干氣的真假、存亡性質和能量級別。再說說如何通過真假來斷細節。假設流年是乙酉或者甲申，這個木在原命局中是你的貴人，那今年他虛透了，這個貴人就是假的，這個人說大話，吹噓不辦事兒。相應的，如果這個木在原命局中是你的用神，你需要用它去化官或者用它去制財，那你今年就要弄虛作假了。這是真假的判斷標準，虛透就是假。對於氣的真假來說，天干的五行在地支有根有氣就能為命主所用嗎？答案是不一定。在盲派命理中，即使不虛透，同一個五行內部還分陰陽，在論斷季節和調候時，氣還有做更深層的辨別。你們會發現一個規律，每個庫中都藏有3個五行的氣，除了土之外，總是有一個五行同時存在於2個庫之中，比如火就同時存在於未合虛中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每一種五行都有2個出處，每一種五行在內部都分陰陽。我這裡指的不是甲和乙或者丙和丁的區別，而是來源的區別。同樣是火，來源不同，性質也不同。未中丁火是木生的火，是溫度，是物質火，是有形的，看得見的火。虛中丁火是陽氣下沉，是真火，是生命力。那麼今年的乙巳很明顯是木生火，屬於未的性質。陽氣通常指虛中藏的火，或者秋冬季節地下的火，它是生命力的源泉，不怕水克。在冬天，陽氣在地下能生萬物，比如礦產。而有形的火，看得見的火是甲火，是物質火，是溫度，通常指木生的火，比如月令春季或者夏季的火，或者地表的溫度。它容易受環境影響，水大則滅，失木則塞。我經常會遇到人問說，命裡喜火，今年乙巳年來了火好不好？那你得看你原局裡用的火是不是木生的呀。如果你原局用的火不是木生的，比如是用虛中火，那今年來的是木生的火，今年的事跟你沒關係了呀。它可不是說木生了火讓這個火更旺了，而是徹底改變了火這種五行的性質了。為了讓大家聽明白，我舉2個典型的職業畫像，比如有2個人的八字都喜火，甲同學八字裡用的是虛土裡的火，
你看他的職業大概率是搞能源、開加油站，或者是做重工業的，因為這是地底下的真火，是實實在在的能量。乙同學八字裡用的是寅木生的火，你看他的職業往往是做自媒體的、當老師的，或者做心理諮詢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的火是給人溫暖的，是精神層面的火，而不是用來燒鍋爐的火。如果乙同學非要去開加油站，那多半要賠錢。同樣，甲同學非要去搞文藝，那也是对牛彈琴。对於天干土來說，也有兩種性質，火生的土和土中的土。如果你的用神為印是土，這個土坐在火上了，比如己巳、戊午，天干的己土就有點虛，而像戊戌、己未這種土就比較實。天干的土看起來都一樣，可區別是什麼呢？如果是戊戌、己未，你就能從事房地產、礦等等實業領域的工作。但是如果這個土虛了，就千萬不能做這個行業，會有災的。你可以從事科教、文化、媒體諮詢等等這種精神領域的行業。我之前看過一個真實的案例，有位老板用神在月令是己巳，己土是印，土坐在火上，這個土就沒有那麼實了。結果他在早年發財後，非要轉型去搞房地產開發，這是實體土的行業。我當時就勸他，你的土是飄在天上的雲，不落地。他不信。結果幹了3年，遇到房地產行業的調整期，資金鏈斷裂，爛尾樓砸手裡了。後來他聽了我的建議，轉型做房地產營銷策劃，甚至自己開號講失敗經驗，反而又賺到了錢。大家看懂了嗎？策劃、諮詢、講課，這才是土虛了該幹的事兒。在盲派命理中，氣是判斷事物真假、存亡、性質以及能量級別的根本依據。真假，有根有氣為真，無根無氣為假。存亡，气數已盡則亡，气數未盡則存。性質，氣化主虛，實體主實。能量級別，陽氣高於溫度。算命的本質就是計算這股氣的流轉、旺衰與生滅。再次強調，氣在前，志在後。樹木之所以能發芽，是因為春天的氣先到了。核心心法送給大家：进氣者未來可期，退氣者不可久留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。如果你對氣這個概念有了新的理解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